评论简报，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由6度团队整理而成。国内分裂拖累美国印太政策。外交政策，由于拜登总统缩短了对印太地区的访问，下周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峰会被取消，这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公共政策和华盛顿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是一个打击。四方对话由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组成，在该地区的公共产品和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过去一直在努力协调。印度担心被抛弃，澳大利亚的政治敏感性。然而，在所有成员国的政治和公众支援下，它已开始取得进展。没有美国，该集团就会失败，这使得美国的可靠性成为其他3个成员关注的问题。这项地区伙伴发出的资讯是有问题的，鉴于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激增，不应低估。虽然美国可以在其领导人出席会议时试图恢复影响力，但在最后时刻取消会议，向盟国和对手发出了强烈的资讯。拜登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犯了一个非受迫性错误。华盛顿邮报评论版，美国总统拜登决定取消计划已久的澳大利亚和巴布亚纽几内亚之行，提前回国进行债务上限谈判，这与他的更广泛意图发出了相反的资讯。据华盛顿邮报的法里德·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 称，这在他的向亚洲表明他们可以依靠美国的政策基石上留下了一个空白，这似乎是党派政治功能障碍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真正的损害，让北京轻松获胜。解读中国的反间谍镇压。外交官，中国的反间谍活动、国际咨询公司当地办事处的扩张以及几名个人的逮捕，都为考虑未来在中国扩张的外国企业发出警告信号。北京的公开指责代表着一种重大升级，可能迫使许多公司重新评估其目标，并评估与中国运营相关的风险。随着敏感区域的定义似乎已经扩大，公司必须更加谨慎，以避免出现任何间谍活动，这可能导致正在进行的调查和潜在的法律诉讼。育儿的教训以及为人父母的教训。FT 评论版，Anoma Okoro 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讲述了父母与孩子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一生中的变化。他反思了击剑捕捉育儿不同方面的艺术作品，从大卫·霍克尼 David Hockney 1977年的双人肖像《我的父母》到谢娜·麦考伊 Shana McCoy 的画作《微笑2》。Okoro 指出，随着孩子的观点，随着生活经历的变化，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对于 Okoro 来说，养育子女是一个不会停止的过程，因为我们继续从父母教给我们的教训中学习。Okoro 用绘画来突出育儿不断变化的方面，并将迈克尔·安德鲁斯 Michael Andrews 1978-79年的画作《梅兰妮和我游泳》描述为我们如何度过生活的隐喻。这个可能很容易站在潜水中的孩子仍然向他的父亲寻求指导，这是生存的一课。养育子女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持续释放的行为，我们必须将孩子释放到一个未知的世界，在那里我们没有办法或控制来保护他们。即使对于可能仍然需要积极支援或养育子女的成年子女也是如此。Okoro 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某人的孩子。最后，他邀请读者反思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的教训，并认识到哪些可能使他们远离赋予生命的模式和关系。中国中亚新蓝图。外交官，中国与中亚之间的首次峰会取得了成功。据 Ankit Panda 和 Katie Putz 为外交家撰稿，中国和来自5个中亚国家哈萨克、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的同行聚集在一起。该地区对中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特别是考虑到习近平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专案的雄心壮志，该专案将依赖于穿越中亚的安全运输路线。此次峰会是中国巩固自己作为该地区主要经济参与者和主要投资来源的机会。与此同时，中亚国家将中国视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尤其是在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情况下。在峰会期间，中国承诺在该地区投资一系列专案，包括公路、铁路、电网和管道。
记者无法读懂川普支援者的心思，但他们假装。华盛顿邮报评论版。盖洛普 Gallup 和奈特基金会 Knight Foundation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对媒体普遍蔑视，许多人认为媒体有欺骗的意图。任何客观的观察者都能看出，观众席上的许多新罕布希尔州共和党人都坐在他们的手上，但这个事实对迅速建立的叙述来说是不方便的，即观众的反应是可悲的。显然，传统媒体对任何针对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判决都持怀疑态度，或者对他的事件版本表示认可，这让传统媒体感到恐惧。第14修正案能否解决美国的债务上限崩溃？经济学人。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警告说，由于美国国会尚未提高或暂停该国目前的31.381万亿美元债务上限，美国有可能在6月1日之前耗尽资金来支付账单。随着拜登将于5月21日返回美国，美国总统拜登和国会共和党人继续以越来越紧迫的紧迫感进行谈判。国会已将该国的债务上限提高或暂停超过100次。然而，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使得僵局不像以前的事件那样不寻常。亚当·图泽，为什么在土耳其不是经济愚蠢？外交政策。尽管经济陷入困境，通货膨胀率高，外汇储备减少，但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在上周末的总统选举中领先于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埃尔多安的非正统经济政策可能是他继续在选举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尽管这些政策导致了土耳其经济的不稳定状态。预计他将赢得定于本月底举行的第2轮总统选举。共和党领导人愤世嫉俗地未能追究乔治·桑托斯的责任。纽约时报评论版。据纽约时报报道，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应该立即采取行动，通过投票驱逐因欺诈而被起诉的代表乔治·桑托斯来保护投票系统。该报认为，桑托斯欺骗了让他上任的选民，侵蚀了对国会和选举制度的信任。议长凯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没有允许投票罢免桑托斯，而是将这个问题推向了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同时他们考虑了桑托斯可能失去的选票。纽约时报认为，迅速、及时的调查和驱逐建议，而不是谴责和关注，将向美国人民证明国会有最低的道德标准。出局、死亡、拿破仑和债务。纽约时报评论版。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回应了人们普遍持有的理论，即为什么政府不应该持续增加债务。克鲁格曼指出，个人面临着一个可预测的生命周期，在这个生命周期中，收入会减少，因此贷款人希望个人在收入仍然很高的情况下还清债务。另一方面，政府通常会看到收入增加，因此虽然政府必须偿还债务，但没有必要偿还债务。克鲁格曼强调，关于政府债务的讨论往往具有误导性，政府通常可以期望看到他们产生税收收入的能力逐年增长。让俄罗斯对战争罪负责比看起来更难。外交政策。在战争仍在肆虐的情况下，系统的追究战犯责任的过程在现代战争中基本上是没有先例的。乌克兰及其盟国正试图在当前与俄罗斯的持续冲突中这样做。7个月来，关于如何对乌克兰实施正义和问责的辩论一直是美国高级官员和决策者大量讨论的话题。然而，目前没有处理和协调战争罪调查的明确总体战略或行动。乌克兰研究所执行主任索罗米亚·博尔绍什 Salomia Borshash 表示，只有当每个肇事者都被追究责任时，乌克兰才能伸张正义。考虑到冲突的规模和伤亡人数，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已经建立了8万多起战争罪案件，欧盟已经建立了一个收集战争罪证据的资料库，6个东欧国家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合作成立了一个单一的协调联合调查小组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乌克兰在起诉一些俄罗斯步兵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他正试图追究俄罗斯领导人的责任，这可能是一个全新的障碍。
西方官员正在考虑让俄罗斯对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负责3种方式，每种方式都有挫折，但都有特定的优势。第一种是通过国际刑事法院 ICC， 可能通过修改国际刑事法院的创始条约来扩大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同时，乌克兰承认国际刑事法院调查战争罪的管辖权。第二个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特别法庭，仿照纽伦堡审判，这带来了新的挑战。第三种选择是建立一个混合法院，美国和乌克兰的其他志愿者将协助乌克兰检察官在乌克兰法院对俄罗斯官员和士兵进行审判，可能会有外国法官和检察官来提供说明。谢谢收看评论简报，请通过6dobrief.com订阅。